2025年，你的美股 ETF 定期定额有开始赚钱了吗？这一年对我来说又是个收获满满的一年，除了绩效又比去年还要更好外，今年在心态上又更加深我长期投资 VOO 跟 QQQ 的信心。面对崩盘，我也没那么害怕，可以用更轻松的态度去面对它。所以在2025的最后几天，我会把我这一年来的心路历程，包含从 ETF 的选择，为何选择 VOO 跟 QQQ 跟 VT 的比较，股债平衡的重要性，以及投资之后你该做的事，全部汇总在这一集。这部影片非常长，但看完之后，我保证你从2026开始就可以顺利照我的方法投资，改变你的命运，往更好的人生前进。影片开始前，请先帮我点赞，然后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再帮我点个推播，帮影片推散出去，让更多人一起享受到美股的美好，一起靠美股 ETF 赚大钱哦。另外，我的会员跟超级感谢也开通了，如果有能力也觉得我做的还不错的话，欢迎加入频道会员跟小额赞助，每个月会有深入固定探讨的影片哦。你知道不是所有的指数型 ETF 都可以定期定额吗？我在之前的影片，还有在 ETF 选择这一集，不断的分享指数型 ETF，不管是对于新手还是老手，都是最适合定期定额的选项。然而，就算是指数型 ETF，里面也是有相当多陷阱，如果选错的话，结果也是会差很多哦。今天这一集，我就要来帮大家排除这个陷阱。我会仔细说明，特别是在美股四大指数中，有哪些指数是你该选择，哪些是你该要避开的，以及其他哪些指数也很适合进场，帮你在开始之前就选到对的跑道，赢在起跑点，这样你才能顺利靠定期定额顺利累积到资产哦。欢迎回来，我是 AL。这里每周一都会分享投资美股跟美股 ETF 的心得跟教学，让你在投资美股的路上能够顺顺利利累积到你该有的财富。首先，第一个适合投资的大盘指数，不用多说，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S&P 500。S&P 500是依照各个成分股的市值来做加权，并计算一个点位出来。这也就是说，指数的上涨完全是依靠所有成分股的市值变化而决定。尤其权重越大的成分股，影响力就越高。这有一个好处，就是不管是指数点位变化，还是成分股的筛选标准都很简单，就是只看市值的前500大而已。所以这就相当于自动汰弱留强，把表现好的留下来，表现不好的就踢掉。当然，坏处就是当越前面的权重股影响力越来越高时，指数就很容易被这些企业的股价来决定。就很像现在加权指数有超过一半是台积电、鸿海跟联发科在撑一样。目前的话，主要有辉达、微软、苹果这三巨头占比最高，合计有超过20%的影响力。S&P 500包含的对象主要是在美国上市的美国企业，所有的产业都包含进来，并不包含 ADR 这些，所以它也能充分反映美国整体经济还有整体股市的变化。如果把它的历史走势摊开来看，从1920年代开始发行，一直到现在，整个走势都是不断往上。这也就是说，只要你敢抱得越久，赚的钱就会越多。就算中间有好几次的崩盘，也都还是一样。也因为向上的大趋势不变，这样的标的就非常值得我们长期定期定额下去。目前比较大型的相关 ETF 主要有 VOO、IVV 跟 SPY 这三档。其中我比较推荐 VOO 跟 IVV，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费用率比较低，才抽 0.03 的费用而已，也就是每1万元才抽你3块钱而已。因为这3块钱是直接从我们的获利中扣，扣的越少就越能保留更多的获利，因此这两档 ETF 现在已经超越 SPY， 成为世界最大跟第2大的 ETF 了。如果以发行最久的 SPY 统计资料来看，从1993年到现在将近33年的时间，平均年化报酬率为 10.68%， 近10年的话更是高达 15.15%， 光是这样就已经过超过 80% 的 ETF 跟基金的表现了。第二个适合投资的大盘指数就是纳斯达克指数，它跟 S&P 500一样，都是依照成分股的市值来做计算，
同样都以市值为点位变化的计算标准。而和 S&P 500 不一样的是，它是以所有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的所有公司当作它的成分股，而且里面上市的股票大多数都是科技股，也没有金融股在里面。对于科技类的爱好者来说，就会比较偏好看这个指数。也因为这样，纳斯达克指数就有个很明显的特色，就是波动会比 S&P 500 还要大。举例来说， S&P 500 涨个 1%， 纳斯达克就会涨 1.5%。 这是因为它承袭了多数科技股波动大的特性，所以虽然涨幅比 S&P 500 大，但跌下来的时候也会非常凶。同样把它的历史走势摊开来，虽然中间经历2000年的网络泡沫，还有2008年金融海啸这2次比较大的崩盘，但这50多年来，它依然还是直挺挺的继续向上走，跟 S&P 500 一样。所以如果想稳稳赚，但又想追求更高报酬，那它就会是个最棒选择。目前比较知名也比较多人喜爱的就是 QQQ。 虽然 QQQ 的追踪对象是范围又更小的纳斯达克100指数，不过运作原理都一样，所以基本上也还是对想追求较高报酬的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从1999年发行这26年来， QQQ 平均1年报酬有 10.41%， 而如果缩小到近10年，年化报酬更是高达 20.33%， 已经超越 95% 的 ETF 跟基金了。那么接着来谈谈不适合的类型。首先是道琼。道琼虽然也是蛮重要的指数，不过它的运作方式跟 S&P 500 还有纳斯达克不太一样，是以成分股的股价高低作为点位变化的依据跟选股标准。也就是说，股价越高的就越容易被选为成分股。这样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办法反映整体市场的主要市值变化。以目前的成分股来说，权重最高的是高盛，市值大概是2272亿，再来是联合重工跟微软，市值分别是2469亿跟3.8亿兆。这跟我们从市值抓的前3大权重股，也就是辉达、微软跟苹果，除了微软之外几乎都不一样。产业的类型也和其他2个指数不一样，主要是以金融股为最大权重，其次是科技产业，再来是工业。这种成分股选择方式无法反映总体美股市值变化，也没办法像 S&P 500 跟纳斯达克指数一样，可以自动做到汰弱留强。万一在成分股还没汰换前，就有人开始向下沉沦，也就没办法及时反映这个变化，总体指数表现也只能跟着被扯后腿。虽然从它的长期走势来看，的确还是一直向上没错，但是因为无法自动汰弱留强这件事，加上目前美股绩效都是由科技股带动，因此长期还是会涨，但是幅度就会输给 S&P 500 跟纳斯达克不少。目前跟道琼指数联动的 ETF 被上炒，主要为 iShares 发行的 DRA， 还有少数的杠杆型 ETF， 这里就不特别多提了。最后一个要谈的也是不适合长期定期定额的类型，就是罗素2000。罗素2000主要是追踪中小型股，也就是从罗素3000这个指数中选取排名在后2000位的个股，简单说就2000档中小型股啦。这个指数的运作方式也跟 S&P 500 跟纳斯达克指数一样，都是以股票市值来做加权计算点位，还有汰换成分股的标准，只是对象换成中小型股而已。而我不推荐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中小型股。中小型股的表现长期来看，多数都会输给大型股，尤其是前面几大的龙头股，甚至到了这几年还出现了大型股赚钱，但中小型股却赔钱的惨况，而且这个状况还没有缓和的迹象。而且随着 AI 发展的更全面，我相信这个状况只会越来越严重。其实这个原因也很简单，中小型的公司不论是在规模、资源还有市场上，一定是比不上我们熟知的大型股，除非是有被这些大型公司注意到，并且投入资源跟合作，不然这些中小公司在经营成果上很难获得市场的青睐跟关注，股价也就很难有出色的表现。
我并不是说这些中小型股表现就一定差，事实上还是有几年中小型股的表现赢过我们常看的大型股。但在未来资源分配越来越极化，大公司将会获得更多资源跟市场占有时，多数中小公司的业务很难有更大的提升空间。因为公司多，但分到的资源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就算想发展业务，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虽然从长远来看，罗素2000也是不断随时间往上走，但如果考虑到未来中小企业的发展性，我还是不建议你持续定期定额相关的 ETF。除了美股4大指数外，其实还有2个指数类的 ETF 也是我很推荐的。第一个就是 FTSE Global All Cap Index， 这个指数把全世界所有国家的股票都纳进成分股里，不管是美国的3大巨头，或者是台湾的台积电，还有这几年也很夯的日本3大商社，通通都在里面。而它也是采用市值加权的方式，跟 S&P 500跟纳斯达克一样，指数点位的变化都会依成分股的市值而有更动。因为是把全世界包下来，所以在股价的波动上也会比投资单一国家还要来得低，对比较谨慎的人来说就会是一个好选择。相关的 ETF 不用多说，就是你已经听到耳朵快长茧的 VT， 这边我就不再多赘述了。另外一个是比较少人听过的 CRSP US Total Market Index， 这个指数就如同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追踪所有美国上市的股票，不管是在哪个交易所发行，通通都会纳入成分股里。它同样也采用市值加权的方式来计算点位的变化，这点就跟前面提到的指数一模一样。所以如果你想要押宝美国市场，但又不想只在大型股上，那这种全美市场型的相关 ETF， 也就是 VTI 就非常适合你。如果要无脑定期定额美股 ETF， 你会选择哪一档呢？虽然我自己包括很多专家也都推荐投资 VOO， 不过我发现投资 VT 派的声浪其实也和 VOO 不相上下。到底要选 VOO 好还是 VT 好，甚至选好后要怎么投资，应该很多人都会不知道该怎么选。这一集我要来帮大家做整体比较，究竟 VOO 跟 VT 该如何选择，风险在哪，哪种人适合投资 VOO 跟 VT， 适不适合单押，对新手友善吗？这些我都会一次整理给你看，甚至还有更进阶的投资法，我也会一起分享给你哦。想定期定额美股的你，这一集绝对不能错过。大家好，我是 L。我相信你已经听过 VOO 跟 BT 很多次了，不过我这里还是做个简单介绍跟比较，让你对这2档 ETF 有更深的认识。VOO 的全名是 Vanguard S&P 500 ETF， 主要追踪的是 S&P 500指数，也就是美国的大盘，这个应该比较好理解。BT 的话，全名是 Vanguard Total World Stock ETF， 虽然它把全世界的股票都包下来，但其实它还是有追踪一个叫 FTSE Global All Cap Index 的指数。如果要把它当成指数型 ETF， 其实也可以。成分股组成的话， VOO 就跟 S&P 500指数一样，拥有504档成分股。对，没错，多了4档，但其实影响还好。而 VT 的话，则是高达9980档，是 VOO 的将近20倍。在投资区域部分， VOO 就是全部都在美国，毕竟是美国的大盘。而 VT 的话，虽然说是全球投资，但其实有超过60%的比重还是在美国。欧洲市场差不多占1/5，亚洲跟新兴市场差不多各占1%。再来是前10大个股占比，这个我觉得比较重要，因为 ETF 股价要上涨，还是得要靠这些巨头股价的拉升，才能有明显的涨幅。以 VOO 来说，前10大巨头的占比就占了超过 40%， VT 的话也有将近 20% 在这些龙头个股上。因此在风险分散度上， VT 的效果会明显优于 VOO， 因为 VT 已经把风险分散到全世界，有将近1万档成分股，而 VOO 就是集中在美国的前500强成分股上。正常角度来说，成分股越多，分散的风险也会比较好。所以 VT 的股价波动也会比 VOO 还要更小一点。比如说 VOO 可能一天跌个 5%， 但 VT 只跌个 2.5% 而已，
比起 VOO 来说相对安全。当然啦，上涨的时候也会这样，也会比 VOO 还要更小一点。这样的波动幅度就会反映在报酬率上。以近10年来说， BT 的年化报酬率为 11.16%， 但 VOO 却高达 14.57%， 超距超过 3%。 或许你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反正差距才那么一点点而已，但你要知道，这只是单一年度的差异而已。如果10年这样累积下来的话，差异比你想象中还要更大。以刚刚的报酬率来推算， BT 这10年来总共可以累积 2.88 倍的报酬率，但是 VOO 只是可以累积到 3.9 倍的报酬，一来一往之间总共差了超过1倍，你还会觉得这只是一点点的差距吗？因此就报酬的角度来看， VOO 的表现会比 BT 还要更出色。我们比较完这两档 ETF， 看起来好像都差不多，报酬上面似乎也让人满意，但是他们还是有各自的风险，你必须得注意。VOO 的风险主要在于集中美国市场以及3巨头影响很大。投资 VOO 其实就等于压身家在美国市场，所以只要美股市场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你的报酬率。同时，美股的3巨头，也就是辉达、微软跟苹果，在美股中还是有很强烈的影响力。以现阶段来说，辉达在 VOO 的比重就已经有 8% 了，微软也有 7% 的比重，苹果则是降低到 6% 左右。光这3档个股就已经影响全美股超过 20% 了。也就是说，这3大巨头足以影响美股的走向。你要说美股的上涨都是由这些公司带动的，其实是有道理的。而 VT 的风险在于报酬偏低，以及美股影响还是很大。前面有提到 VT 的报酬率会比美股的 VOO 还要更低一点，而差距的部分刚刚也有提到过了，这里就不再多说。投资 VT 虽然说就等于投资全世界，但如果就影响力来看，其实美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如同前面提到的，光美国一个国家就占了总体比重超过60%，虽然欧洲跟亚洲还是有1成多的比重，但影响力就远远不如美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投资 VT 其实就等于投资分散版的 VOO 而已。不过这2档 ETF 都还是有共同的风险，那就是汇率还有世界突发事件的影响。BT 跟 VOO 他们都是用美金来交易及计价，也就是说，你想要买这2档 ETF 的话，就必须先把台币或者是你所在国家的货币换成美金，才能顺利买到它们。因此，汇率的波动就会影响到我们原货币成本，还有换算后的报酬以及资产水准。而汇率的变化又比股票还要来得更复杂，因为这会牵扯到各国国力的影响、贸易、政治和各国央行储备间的影响。走势的变化也是我们一般人无法去判断的。再来，如果发生突发事件，像是今年的加沙走廊冲突、川普的关税战，这些都会影响到全球的股市，而不是单一的市场。这2个风险，无论你采用再多方法，老实说都很难避得掉，也只能乖乖接受。那这样看起来，2个 ETF 都可以投资，对吧？不过他们适合的族群还是会有点区别。先从 VOO 开始说起，它比较适合以下3个族群。第一个，对美股市场比较熟悉，想跟着全球巨头一起成长。VOO 的话，因为是追踪美国 S&P 500指数，就像前面讲的，成分股都是美国上市的股票，基本上也都是美国的企业，所以如果对美股有一定熟悉度的话，那我想 VOO 绝对是最适合的选项。而且像刚刚讲到的，领导全球成长的企业，像是辉达、微软、苹果、Google， 甚至是特斯拉等这些大企业，全部都在美国，也都是在 VOO 里面权重比较高的成分股。只要你想跟这些企业成长，但又不想买单一股票的话，只要投资 VOO 就可以化解只有单一个股的风险。第二个是想追求稳定，又想要有相对高的报酬。VOO 获得的是市场报酬，以长期的角度来看，在稳定度上会比超过 80% 的股票还要好得多，因为你不会因为一只股票赚了1年，然后赔了好几年。同时 VOO 1年可以提供超过 14% 的年化报酬，对很多人来说这已经是相当高了。
这也代表你只要有这档 ETF， 不只可以赚得多，还可以赢超过 80% 以上的人。第三个是对美国未来经济成长有信心，相信未来能够长期持续走强。VOO 是追踪 S&P 500指数，而 S&P 500指数又代表了美国的整体经济，所以投资 VOO 其实也是在投资美国未来的长期动能。因为世界未来的经济成长，甚至是最新技术的发展，还有市场的掌控，这些美国全部也都不会放过。我个人认为，能够持续让 S&P 500甚至是美国经济持续成长的，即使是美国想要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决心。想要保持在第一，就必须不断的发明新的技术，甚至是运用各种方法，不管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都要保持自己的领先定位。简单来说，就是美国人的狼性。所以，如果你相信未来美国人的狼性可以持续下去的话，那么投资 VOO 就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么就来说说有哪些人比较适合 VT 吧。第一个，想分散风险到全球市场，不想单押美股市场。虽然投资 VOO 其实已经很分散风险了，但毕竟 VOO 追踪的还是美国市场。这样看来，风险只有在美国的五代港股票，但却还是在美国的单一市场上。有些人会觉得投资只有在美国太危险，就跟投资台湾股市一样，背后也会有看不到的风险存在，一直想要再把风险分散到其他国家，把潜在受伤程度降到最低。如果是这个想法的话，那么投资 VT 其实就是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它就是投资全世界的股票，不会特别说只投资在哪个国家，虽然在比例上最大的还是美国啦。再来第二个，想要享受其他市场的成长，比如欧洲股市或是亚洲市场。虽然说长期来看 VOO 的报酬会赢过 VT 蛮多的，但有的时候 VT 的表现反而会比 VOO 更出色。举今年来说好了，欧洲市场跟亚洲市场的涨幅，不管是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甚至台湾，涨幅都比 S&P 500还要高。如果只是单投资 VOO 的人，看到其他市场表现比美国好，可能就会怀疑是不是选到不对的市场。因此，透过 VT 就可以降低这个风险，一同享受到其他市场的好表现。最后，对报酬的追求不高，只想稳稳赚就好。有些人会觉得报酬高的话，背后代表的风险也会更高。因此 VOO 虽然表现比 VT 更出色，但风险程度也会更高，而且波动程度也会比较大。因此对于比较胆小的人来说，或是风险接受程度不高的人，选择 VT 就会相对比较安全一点。虽然赚得少是没错，但也会相对安全。对于那些不想经历大波动，只想要赚得更稳定的人来说，投资 VT 就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前面介绍了这么多，相信你对 VT 跟 VOO 应该有些基本的认识。不过我想你应该最有兴趣的是这两档 ETF 到底适不适合单押，因为对很多人来说，能够无脑投资一档 ETF， 然后什么都不用管，是非常方便的事。我会认为这两档 ETF 非常适合单押，原因有3个。第一个，风险适度分散，提供的报酬也相对 OK。其实就跟前面讲的一样，因为两档的成分股数够多， VOO 有503档，而 VT 有将近1万档，就分散风险的角度来说，其实已经非常充足了，而且 VT 又比 VOO 还要更分散。同时，这两档 ETF 这10几年来也都提供超过 10% 以上的年化报酬率。虽然两者之间还是有些差距，但如果就长期累积的角度来看，最后产生出来的报酬都会是以倍数成长，而且赢过市场上 80% 以上的投资者。所以这两档 ETF 既可以有效分散风险，又可以加速你的财富累积，不论选哪一档，其实效果都很好。第二个，投资方法简单，只要无脑买就好。基本上 VT 跟 VOO 都非常适合无脑定期定额，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也因为前面提到的风险低，报酬又相对高，就算只有买一档也没关系。我就看过有人是全部定期定额 VOO， 或者只买 VT， 到了好几千万上去，也不会想说再买其他的 ETF 或个股。所以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的，长期趋势持续向上，就算回调也不用担心。如果你有机会看 S&P 500的长期趋势图，或者 VT 的最长期 K 线，
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经过，价格仍然不断持续往上，即便中间有几次超过 20% 以上的大修正，最后都还是会涨回去，甚至创新高。投资美国的 VOO 是如此， VT 基本上也会是同样的走势。如同前面说的，因为美国在 VT 当中就有超过60%的影响力。既然知道大趋势是一直向上的，那么我们也就不用太过担心一时的大回调会不会就有很不可挽回的伤害，只要克服心中障碍，好好抱住它就好。但对于新手来说，最担心的还是不知道这两档该不该投资，或者该用什么方法投资比较好。其实这两档 ETF 都是新手友善，而且我极度推荐从这里开始，因为投资这两档 ETF 不需要花你太多时间，你只需要了解这两档 ETF 的组成、怎么运行、长期趋势还有风险在哪，最后对自己做评估。看完我的影片，只需要再花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思考，你就可以开始投资了。而我认为对新手来说，最需要的就是可以一直投资下去，而且稳定成长的标的。就像前面一直不断重复说的，不管是 VOO 或 VT， 风险都已经分得非常散了，不用担心承受过高的风险，反正这是大家都会承受的风险，不用去特地避开。而且光是市场的平均报酬，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年化报酬，都有超过 10%， 投资个8-9年，你的资产就会变成2倍。这其实已经赢过很多市场上冲来冲去但却赚不到什么钱的人了。如果你是台湾的新手，我强烈建议用付委托定期定额就好。现在很多券商都有推出优惠，有些是每笔交易收 0.01 美元手续费，有些是到底金投资额再享优惠。整体来说，我觉得比起用国外券商还要便宜很多，而且又方便，不用特地再花时间研究汇到国外的问题。就算是投资多年的我，现在也都用这样的方式进行。有些新手会在意股息再投入这部分，基本上我会每次收到股息后，就自动当成扣款资金的一部分，反正只是稍微晚一点点买而已，所以这部分也不用太过担心。而要投资这两档 ETF 的话，我建议就不要太过在意股息这件事了，因为他们每年的殖利率才1%多一点点而已，跟你拿去银行定存差不多。真正要注意的，其实还是在于指数增长带来的价差，这才是关键，而且在台湾也免税。但如果想要用国外券商，像 FT、IB 等比较常见的，其实也可以，但缺点就是要负担比较高的会费，每次汇出都差不多要1000多块左右。所以我建议真的要用的话，最好等每个月累积的资金够大再考虑，比如每月可以存2万元以上，这样你每次汇出成本率都会大幅降低，反正你汇100美元或是1万美元，成本都差不多。如果在国外生活的新手，可以就近问问当地的券商，或者就直接开刚刚讲的 FT、IB 等券商。当然在美国的话，就可以用你 401k 或 Roth IRA 配合的券商，甚至像富达这群券商也 OK。但如果你对美股有一定投资经验，甚至也已经在投资 VOO 或 VT 的话，或许你可以考虑以下的进阶组合，让你的报酬率变得更好，又不会额外增加你要承受的风险。第一个是 VOO 搭配 Visa US， 这比较适合想以美国市场为主，但又不想全部集中在美国的你。Visa US 是投资美国以外的市场，像是欧洲、亚洲等，总共包含超过8600档股票。你可以把它想成 VT 拿掉美国后，剩下不到40%的部分。很妙的是，里面权重最高的就是2330台积电，占了将近2.5个百分比。这样的搭配可以让你在享受美国市场高报酬之际，可以再加入其他国家的股票市场，降低一些风险，不至于承受美股的所有风险。而且你也可以享受到其他市场相对好的表现，就跟今年的状况一样。这样的搭配看起来好像跟投资 VT 差不多，但这样做却又比 VT 更有弹性，因为 VT 的市场占比几乎都是固定的，虽然会随着各个市场的市值变化有稍微变动，但基本上都不太会有大变化。用这样的搭配，你可以随意跟着你的喜好做调整，比如 90% 放 VOO， 剩下 10% 放 Visa US， 这样既可以集中在美股，又能拉近全球市场做保险。第二个组合是 VT 搭配 QQQ， 这比较适合追求风险分散最大化，
但又想提高一点报酬率的人。对部分投资 VT 的人来说，虽然它提供的风险很低，报酬也还不错，但就是想要再提升一点点，让自己的资产滚动能够快一点，所以就需要其他 ETF 的帮助。这里我会推荐用 QQQ 来协助。QQQ 的主要成分股集中在科技股上，而且前几大科技巨头的占比又会比 VOO 还要更高。而随着未来科技的快速发展，比如 AI， 这些巨头的成长速度又会比之前还要更快。因此，选择科技巨头含量高的 QQQ， 虽然风险比 VT 大，但提供的报酬率也会比 VT 高出不少。近10年的年化报酬率就高达 19.44%， 比 VT 多了超过8个百分点。所以你可以选择把8到9成的比重放在 VT 上，剩下不到2成的部分就可以放在 QQQ 上，让科技股快速成长的力量带动你的整体绩效，又能保持偏低的风险。第3个组合也是我目前正在做的 VOO 搭配 QQQ， 这非常适合看好并专注在美股整体市场，但又想增进一点绩效的人，比如我。VOO 是追踪 S&P 500，也就是最能代表美股整体市场的指数。虽然跟全美股市场的 VTI 有点差异，但也代表了超过 80% 的美股市值。老实说，我觉得差异没有说到太大。以我自己来说，虽然投资 VOO 就已经很足够了，但我还是会跟大多数人一样，想要多增加一点整体报酬。所以我选择用 QQQ 来实现。原因就跟前面说的一样，科技巨头的含量更高，给的报酬也更高，比 VOO 多了 5%， 自然就是我的首选。我这局是采用 80% VOO、20% 的 QQQ 比例在定期定额。虽然从总体资产角度来看 VOO 超过9成，但透过这个投资比例，可以让我的资产成长更快一点，不用再承受太多的风险。最后一个组合其实就很直接， VOO 跟 VT 一起投资。这里取决于你想偏重哪个部分，比如想偏重美国市场，那就 VOO 投资多一点。如果想偏重全世界，降低更多风险，那就 VT 再投资多一点。其他的部分都已经提过了，这里就不再多提。以上4个组合是我自己认为比较好的搭配方式，当然还是有很多种的选择，也不一定要照我提供的执行。但如果你还没有想到好的主意，不妨可以参考看看哦。其实要投资 VOO 好还是 VT 好，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因为最终要不要投资，该不该投资，其实还是要回到你自己身上。你想要专注在美股市场，享受高一点的报酬，那就选择 VOO。如果你想把风险分散到极致，就算报酬低一点也无所谓，那就选择 VT。而这2档 ETF 可以选一档押注，也可以2个一起选，甚至加入其他的 ETF， 如 VITA-US、QQQ 等等，依照你的需求做自由搭配，不需要只 focus 在某一种组合。只要你开心，也真的能赚到钱就好。VOO 和 VT 不需要区分你是什么人，不管是新手、中手还有老手，通通都可以投资，只要花你一点时间了解就好。毕竟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持续投资下去，真正拿钱下去投资，才真的能从他们身上赚到你该有的财富。股债平衡这件事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投资到现在，我相信你已经听过很多专家建议，说投资需要做到股债平衡，才有办法让你的资产稳定成长。讲到后来，好像一副你不做就会完蛋的感觉。而且我也遇到不少观众来问我这个问题。不过这件事真的是必要的吗？在我们定期定额美股 ETF 的时候，有需要顺便做这件事吗？这些问题，今天我就想好好跟你聊一聊，帮你做最全面的解析。欢迎回来，我是 Al， 这里每周一都会分享投资美股跟美股 ETF 的心得跟教学，让你在投资美股的路上能够顺顺利利累积到你该有的财富。我相信很多人对股债平衡这4个字应该常常听到，但却又不知道这是要干嘛。简单来说，就是你的投资组合里有一部分是要放在债券。原理上这样有2个效果。第一个，如果万一哪天股市突然崩盘的时候，债券价格的上升就会抵消一部分的损失，让你赔的金额不要那么多。每次只要发生恐慌，不管是崩盘还是短暂的突发事件，许多人就会抢着卖掉手上的股票，
然后改买可以避险的商品，而债券就是常常被拿来避险的热门标的。有恐慌情绪造成的需求上升，债券的价格也就自然上升了。虽然幅度跟股票跌幅比还是有点差距，但至少损失不会那么惨重，你也会比较没那么恐慌，稍微安心一点。第二个就是资产保全的效果，简单来说就是资产重新配置啦。当你资产累积到了一定程度，可能到8000万甚至上亿，或者你年纪到了需要多留一点钱在身上，但又不想有太大波动，这个时候投资债券就是非常好的选择。如果你是觉得未来1年内可能会需要用到钱，那么就可以投资短贴期的公债，买的时候通常都会有折价，你抱它到期的话，到时候就会依照面额全部还给你。比如说你用9万元买公债，因为面额是10万，所以到期时会还给你的钱就是10万，而这多出来的1万就是你赚到的利息。而且像这类短贴期的公债，通常价格都不会有太大波动，所以对强调资产保全又想赚一点利息的人来说，绝对会是首选。但如果你是想要有稳定的现金流，那么中长天期的公债，因为都会固定配息，也就是依照债券上的票面利率，可能3%、4%，每隔一段时间给你钱，而且到时候债券到期也一样会连本带利全部还给你。当然前提是你要有信心，可以抱个10年、20年以上。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类长天期公债的价格波动都会比短天期的公债还要大，虽然越接近到期日就会缩小，但如果你距离到期日非常非常久的话，这一点就需要注意了。虽然股债平衡随时都可以做，但通常来说会发生在2个时机点。第一个是投资金额很大，已经大到让你产生一点不安全感了。如果有白话来讲，就是满手都是风险比较高的股票或者是期货。你可以试着想象一下，如果你手上有5000多万的股票，然后波动幅度又是非常大的那种，如果你不是胆子特别大的人，抱久的其实就会感觉有点怕怕的。所以你可能会想拿2000万出来，然后投入短期债券，剩下的3000万就继续留在市场。虽然赚的比股票还要少，但至少债券波动低，你的2000万也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到期后又可以再赚一笔，然后再继续投入到另外一个短期债券。只要看到这2000万还稳稳的放着，你的安全感就会比较强一点。等到这3000万又再度滚到5000万，你可能又会做同样的事，债券的部位提高到4000多万，你内心又变得更安全了一点。另外一个就是接近快要退休时，当你退休的时候，除非你还有其他的收入，像是领高股息或者有其他经营的副业之类的，不然就一般情况来说，都还是得依赖以前打拼下来的成果。这个时候如何保住本金，甚至还能产生一点点收入就很重要了。因此大部分人会在开始接近退休，比如退休前10年，就会慢慢把资产移转到债券，等到真正退休时，大部分的资产都会在债券上，只留一小部分在股票上。做法就会跟前面提到的一样，只是这时更注重资产保全。那么重点来了，定期定额的时候有需要注重这件事吗？我个人认为有需要，但这得要分阶段。如果你跟我一样，资产数字还不是很多，而且距离退休也还蛮远的话，在这个阶段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现在的我手上股票资产超过400多万，怎么达成的可以参考这一集，还有这一集资讯都在右上角哦。以这个规模来看，我目前还没有要卖债券的必要，现在就是全力定期定额，把资产的数字拉高。而且在经历今年4月的崩盘后，我反而觉得这个程度是我可以接受的，所以后面有相同的大波动，我也会觉得还好。不过如果到了前面讲的，当你定期定额累积的资产已经滚到够大的规模，或者是已经快要退休的阶段，对现金的依赖还有安全感就会逐渐的增加，这个时候就是要开始调整的时候，做法就跟前面说的一样，这里就不再赘述。不过前面讲这么多，还是得要分享一下我未来会怎么做。
我会在我接近退休的时候，慢慢把一部分的资金挪到债券上面。我自己推估，在配置之前会有大概1亿多元的资产，所以到时候会放个大概4000多万在短期美国公债上面，然后抱到债券到期之后再继续买新的。假设利率在 3% 左右，那一年至少也会有120万左右的收入，而且还不用被课 30% 的税，这样一个月就有差不多10万元可以花。如果那时候身体都还很好的话，老实说，我觉得已经很够了。那剩下的部分就还是继续留在市场滚，虽然很有可能还是会再遭遇到跟今年4月一样的大崩盘，但因为我的4000多万债券并没有影响，而且还会生利息出来，就算可能有点小小恐慌，对我正常生活也不会有太大影响，甚至还可以旁边看戏。所以做到最后，做法也还是会跟前面一样。不过这只是现阶段我的规划啦，过了10年、20年后，又会不会有什么变化，我也没办法知道。但大方向就还是会跟前面说的，先冲高资产，到了接近退休或资产规模够大，再转换到债券，只是轻微的差异而已。不过我想，这样前面介绍下来，你应该还是会觉得有点不放心，觉得还是要有一点债券因素在里面，不然会怕怕的。没关系，我已经帮你想好2种定期定额的组合，就算你的资产规模不大，也不用像我一样等到后面再来做，平时就可以开始了。第一个组合就是指数型 ETF 搭配债券型 ETF。指数型 ETF 像 VOO、QQQ、VT 等等，主要是用来帮我们冲资产规模用的。毕竟我们离退休还很久，能有多一点的资金在这上面，就能加速资产的累积，资金运用的弹性也会比较大。这部分我想就不必再多做解释。而债券型 ETF 主要是来稳定军心用的，既可以保全我们的资产，不用承受太大的波动，也可以加减赚到一点股息。这类的 ETF， 我建议选择短天期的债券 ETF， 比如 SHB， 主要是因为它的价格波动非常小，常年来看价格就大概在108到110之间徘徊，对资产的保全是非常好的选择。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全部债券型的 BNDW， 或是全政府公债的 GOVT， 波动虽然稍微大一点点，但也不失为相对一个好选择。比例分配的话，就随着你个人偏好调整就好。像是你想放多一点在指数型 ETF 上，就可以用 70% 到 80% 的资金在这上面，然后剩下 20% 到 30% 在债券型 ETF 上。这样的做法比较弹性，只要你觉得舒服就好。第二个组合更方便，就是定期定额主打股债配置的 ETF。目前比较常见、交易量也最大的，都是由 iShare 发行的 ETF。如果依照积极度来看，有最积极的 AOA， 股债配置比为8:2，平衡型的 AOR， 股债比为6:4，适度追求平衡的 AON， 股债比为4:6，以及最保守的 AOK， 股债比为3:7。股票的部分以追踪 S&P 500的 IVV 为主，再搭配一点追踪国际市场的 ETF， 像是以开发国家的 IDEV， 还有新兴市场的 IENG。债券的部分就主要以全部美元债券的 IUSB 为主要成分，这些组成的差异就会随着前面提到的股债比来做调整。所以如果你想做股债平衡，但又不想花那么多时间买其他的 ETF， 那么依照你的需求专注投入其中一档就会是很方便的做法，这也是定期定额这些 ETF 最大的好处。不过因为这些 ETF 的股债比都是固定的，所以想要有比较大弹性，就还是得回到第一个做法，自己找喜欢的指数型各债券型 ETF 来搭配。债券型 ETF 也可以定期定额。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专家不断强调股债平衡的重要性，但因为投资债券的难度较高，所以债券 ETF 就是相对比较方便的入手管道。你或许会好奇，究竟定期定额这类债券 ETF 是不是可行的方式？这一集我会用我自己的解读，帮你针对债券 ETF 做最前面的介绍跟分析，也会分享究竟债券 ETF 到底适不适合定期定额。如果真的要投资的话，又该怎么做比较好？如果还在犹豫要不要投资债券 ETF 的你，
先把这集看完，你就会有更明确的答案咯。欢迎回来，我是 Al， 这里每周一都会分享投资美股跟美股 ETF 的心得跟教学，让你在投资美股的路上能够顺顺利利累积到你该有的财富。那要投资债券 ETF 之前，总得先知道这类 ETF 是怎么运作的。基本上，多数的债券 ETF 都会以相关的债券类型作为 ETF 的组成之一。以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 TLT 来说，主要成分就是以所有美国政府发行的20年以上公债，然后依照各个债券的权重及价格来计算 ETF 应该有的价格。简单来说，你就把它想成债券版的 VOO 或者0050，会随着各档债券的价格的变化，哪个债券权重最大，就会影响总体比较多，就这样而已。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我所讲的价格，指的是债券在次级市场上的交易价格，而不是计算出来的价格。没错，债券跟股票一样，也是有交易市场的，只不过它不会出现在你的交易 APP 上，而是需要透过另外一个系统才能买到你要的债券，而且这得需要透过国外券商才能看得到，一般人很少会接触到这块。有机会的话，我会再分享这块要怎么交易。基本上，大部分的债券 ETF 都会是依照这样的方式进行，有些会追踪特定的指数，像是 TLT 就会追踪一个叫 ICE US Treasury 20 Plus Year Bond Index 的指数，不过运作上都大同小异，这里就不继续说了。债券型 ETF 的种类虽然有点多，但其实也蛮好分的，可以依照发行者跟债券期间来分类。依照发行者分的话，主要就是公司债跟政府公债，而在这两大类当中，又可以分成长天期、中天期跟短天期这三类，甚至跟不动产抵押贷款相关的类型都包含在这里面。不过这里我只会先针对比较常见的来说明。以政府公债来说，交易量比较大，也比较热门的，主要都在 iShares 发行的 ETF。除了像刚刚讲的专攻20年以上的 TLT 之外，还有专攻10到20年的 TLH、7到10年的 IEF、3到7年的 IEI、1到3年的 SHY， 以及1年以内的 SHV。另外，先锋基金也针对长、中、短天期债分别发行的 VGLT、VGIT 跟 VGSH 这3档 ETF， 也都是目前市场交易比较活跃的标的。如果觉得记长中短天期太麻烦的话，其实还有 GOVT 可以选择，就把所有政府发行的公债一次全部包进来，你就想成是债券版的 VTI 就好。VTI 是美国总体市场，而 GOVT 就是美国所有公债。如果是公司债的话，市场交易比较热门的 ETF 主要是先锋基金发行的 ETF， 同样依照长中短天期分为 VCLT、VCIT 跟 VCSH 这3档标的。最后还有一种是总体类的，也就是不区分是公司债还是公债，只要是债券就全部包进来。比较常见的有 BND 跟 IUSB， 还有分长中短天期的 BLV、BIB 跟 VSB。讲这么多，你可能已经搞得头昏眼慌了，所以这里我就整理成一张表格，你可以按下暂停，仔细好好研究。那么投资债券型 ETF 有什么好处？债券 ETF 的价格跟利率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而且到期天数越长，也就是像10年、20年以上这种债券，受到利率的影响会更大。所以就理论来说，在降息期间，价格就会逐渐提高，尤其长天期债券的价格又会比短天期涨得还要更快。这也是这一阵子倡导投资长天期债券的人主打的特点之一。再来，因为债券给的利息是固定的，而且越长天期的给的利率就会相对更多，这点也吸引到很多想要靠利息来过生活的族群。在目前美国利率仍然相对高的状况下，给到的利息也差不多在 4% 上下，虽然跟高股息 ETF 相比还是有段落差，不过表现也算不错了。
当然，投资这类型 ETF 也是有坏处需要你去注意的。首先，债券价格虽然会依照理论上的方向走，但不要忘了，债券是可以交易，也是有价格的。而且就像前面提到的，债券 ETF 的价格波动会依照每涨债券价格的变化而有所更动。也就是说，利率降下来，你可能以为价格就会上涨，但受到债券市场的需求影响，可能价格就还是停留在那边，连带的影响到 ETF 的价格。而且不要忘了 ，ETF 也是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而且交易速度还比债券本身更快。如果市场上有极大需求，像是前一阵子贸易战又再起，大家对于风险的意识提升，对于债券或者这类 ETF， 为了要避险，需求就会上升，因此债券价格可能只有涨一点，大概 0.5% 左右，但在 ETF 的部分，可能就会涨个 1% 到 2%，远远偏离 ETF 原本应该有的价格，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再来，就算是想要靠领息过活，跟前面讲到的一样，也还是必须考虑到税负的问题。虽然美国对于政府债券的领息可以免缴所得税，但这只局限于直接投资美国公债本体。如果是透过 ETF 来投资，因为股息的来源是基金公司，而不是美国政府，因此仍然在课税范围之内。像我们在台湾的投资人，就一样得要扣掉 30% 的税，在台湾也一样要申报所得税。这块是我目前的理解，如果这边解释有误的话，就再麻烦提出指教哦。那么重点来了，债券型 ETF 适合定期定额吗？我个人认为是不太建议。最大的原因也还是得要回到刚刚提到的市场交易问题。既然债券跟 ETF 都能在交易市场自由买卖，那么价格变动就一定会受到市场需求的影响。也就是说，不管市场情绪的变化，还是因为避险所买进的需求，都会大幅影响 ETF 的价格。这点就跟一般的股票还有 ETF 没什么两样。所以，当市场对于债券 ETF 或是债券本身的需求明显增高，甚至需求大幅降低时，在价格反应上就容易跟这些情绪挂钩，而不是依据债券里的价格的变动。就像前面提到的，当大家对于避险的情绪上升时，就会逐渐增加需求，让这两个标的的价格水涨船高，大幅脱离 ETF 或债券应有的价格。而且这类型的价格波动，长天期公债的波动又会比短天期还要更剧烈，还没避到险，已经先亏到钱了。如果你又是跟我一样注重投资效率的话，那么定期定额这类 ETF 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选项，因为这类 ETF 的表现就长期来看，绩效就明显输给 VOO 这类大盘指数型 ETF， 而且差距还不是普通的大，至少有 10% 左右。但如果你是想说买来稳稳放配息，其实我也不太建议。目前这类 ETF 的殖利率普遍都在 4% 到 5% 左右，看起来还 OK， 但别忘了你还要考虑到刚刚提到的税负问题。去除掉税负的考虑后，就只剩下 2% 到 3% 左右，这样还不如投资0056或00878还比较快，也不会扣到那么多的税。虽然我个人原则上是不太建议，但如果你是平时就注重股债平衡，想要稳定资产波动，稳定一下自己的心情，老实说也不是不可以。怎么做，接下来就会讲到了。这样看来，债券 ETF 我个人是不太建议定期定额，但就代表它不能投资了吗？其实不是这样，因为我觉得这类 ETF 有更好的投资方式，那就是一次性买入。当你资产成长到一定规模，比如可能几千万甚至上亿，这个时候你会开始考虑资产分配，把一部分的钱挪到比较安全的资产，比如说现金，或者是现在正在讨论的债券，让这部分的钱可以不用受到那么大的波动。这个时候你可以一次性买入债券型 ETF， 尤其是短天期的 ETF， 因为波动真的很低。以 SHV 来说，
它长期就只会在108到111美元之间徘徊，上下波动不到1%，甚至它的殖利率目前也在4%左右，扣完税大概剩2%多一点。对于想要求保本又想赚比银行定存多一点利息的时候，这类短天期公债 ETF 就会是非常好的选择。而像前面说的，真的就是想要定期定额它的话，我也强烈推荐选 SHB 这类短天期公债 ETF。当然，我还是比较建议直接买债券本人会比较安全，至少你一定会连本带利收到钱，而且又不用缴税。但这点我想之后再谈会比较好，毕竟要在台湾买，难度确实有点高。如果当你开始定期定额美股 ETF， 你还会注重股息这件事吗？我发现身边有些跟我一样定期定额美股 ETF 的朋友，对股息的配发仍然有一定程度的执着，尤其是从高股息 ETF 转过来的朋友，每次只要到了除权息时，都会小小抱怨怎么配的这么少。甚至这1-2个月在回观众留言时，也常看到这样的问题。我相信你应该也有这样的困扰，觉得股息怎么只有这样？不过我得说，都进来美股了，就不要再搞错重点，继续执着在股息这件事上了。所以这集我会帮大家解释，为什么你开始投资美股 ETF， 就不要再继续关注发多少股息，而且你的焦点又应该摆在哪里。甚至如果你是刚进来美股 ETF 这个领域的新手，又该怎么做比较好？看完这集就可以把不该有的杂念给排除，让你顺顺利利快速累积资产。欢迎回来，我是 AL， 这里每周一都会分享投资美股跟美股 ETF 的心得跟教学，让你在投资美股的路上能够顺顺利利累积到你该有的财富。开头有提到，很多人对投资美股 ETF 都还会有一个配息的迷思在，或许是因为长期以来以台湾人的民族性，还是会比较喜欢高配息的产品，像是0056、00878，甚至是很多配息型的基金，每次一推出都卖得下下叫，甚至在前1-2年还出现了高股息之乱，可见的台湾人有多爱配息。不过这样的思路如果用来投资美股 ETF， 可能会让你大失所望哦。普遍来说，美股 ETF 的殖利率在 3% 到 5% 左右，光是这一点就让很多人打退堂鼓了。有些人可能觉得还 OK， 但我想对于多数台湾人来说，这么低的殖利率就会先在心里打个叉叉了。而且别忘了，要真正领到美股 ETF 发的股息前，还会被先课 30% 的税，剩下的 70% 再发还给你。如此一来，真正实际领到的股息殖利率就只有 2% 到 3% 而已。而且这还是比较好的状况，像是投资高股息或债券 ETF， 通常殖利率都还不错。如果是投资其他的类别，像指数型 ETF 或者策略型 ETF， 殖利率会比刚刚提到的都还要更低，总体都不会超过 1%。这样搞下来，你会觉得想要高股息的话，还不如去买0056或00878算了，甚至连0050殖利率都比这个高，干嘛还要买美股 ETF？ 这样的话，投资美股 ETF 到底是要赚什么？答案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价差，而且还是长期价差。以我投资的 S&P 500 ETF BOO 为例，BOO 的长期股价趋势会随着时间不断往上移，因为就 S&P 500 指数本身而言，只是多年以来都是走在一个很大的上升走道上面，当然中间会沿着轨道上下震荡，但轨道本身仍然继续向上走。这也就是说，只要投资的越久，赚的钱就会更多，而这样的报酬就会反映在 S&P 500 的点位或是 BOO 的价格上。中间发放的股息其实只是这过程的点缀而已，还算不上前菜或点心的地步。指数型 ETF 是这样子，其他类型的 ETF 像是产业型的、策略型、主题型等等，基本上会吸引人投资的，也都是因为过去还有未来潜在价差赚得够多，才会吸引人去投资，而不是那少到可怜的股息。不管是投资美股 ETF 还是个股，其实大家的重点都会放在公司还有 ETF 本身未来的股价成长性，而不是未来股息的成长。
那这样问题来了，我们未来产生的价差是要怎么来？这个答案也很简单，就是用公司赚到的钱继续创造。以我目前所学，还有对美国公司的了解，这些企业习惯多留一点赚到的钱，拿来研发新的产品，或是投入到新的技术开发，为的就是要让公司还有继续成长的空间。像现在每间公司都在投资 AI， 除了辉达、微软、苹果、Google 等这些大公司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公司也都是透过新的资金，不管是透过新一轮募资，或是用过去所赚到的盈余来全力跟上这一波新的技术革命。像现在 OpenAI 一直大手笔买辉达跟 AMD 的晶片，买到最后还要花大钱去投资人家公司，甚至连辉达本身也要花1000亿美金来投资 OpenAI。 甚至我还在网络上找到彭博做的这张 AI 生态系图，这个生态系还会越扩越大，是未来10几20年最重要的战场。所以就 AI 发展这个大主轴来说，就值得各家公司砸大钱进去，甚至是好几百亿、好几千亿美金不停的砸进去，因为他们看到的这背后藏的是非常巨大的利益。所以当大家拼了命的不断的砸钱，就是为了要在这巨大获利的市场分到一杯羹。这个时候你觉得他们还会有多的钱发还给投资人吗？我想应该是不会，甚至他们还觉得这有可能是浪费。比如像辉达，它的每一季股息才 0.01 美元而已，如果你从高股息的角度来看，你绝对不会认为它是间好公司。不过你会好奇，那这样的话，股息会发比较多，都是些什么样的公司？以我的了解，这通常发生在业绩已经很难像科技业有巨大成长，进入到非常成熟期的产业，比如像金融业或者是电信业。虽然赚很多钱，但也不知道未来的成长性在哪，只好选择把钱发出去给投资人。比如像 Morgan Stanley， 它的殖利率就 2.41%， 花旗银行有 2.38%， 美国银行也有 2.11%， 这边是金融业的部分。而电信业的话，殖利率又更高了，像 AT&T 就 4.35%， Verizon 更高到 7.04%， 然后你再看他们的股价，就几乎是没什么变动。这边只是举金融业跟电信业当例子啊，如果想要找到殖利率更高的，你可以试着找找，这里我就不多讲了。我要讲的是，像这类进到成熟期的产业，虽然赚很多钱，但也不知道要用在哪，就只能发出去。像这样发股利的公司政策，也会连带影响到 ETF。 还是拿我投资的 VOO 跟 QQQ 来说好了， VOO 的殖利率差不多在 1% 多一点，但 QQQ 就不到 1% 了，是因为 VOO 包含范围较广，像刚刚提到的金融、电信都有在里面，所以领到的股息也会稍微多一点，发的时候也会比其他同类型的 ETF 相对多。但 QQQ 就是科技业或者成长型股票的缩影，因为这些公司发的股息非常低，导致 QQQ 发的股息也会低非常多。 VOO 跟 QQQ 是这样，那么范围更广的 VTI 跟 BT 基本上也都是同样的逻辑。其他类别的 ETF 像策略型、主题型还有杠杆型，也一样是同样想法，以赚差价为主。所以我不是说想领股息不好，只是当你进入美股后，尤其是 ETF， 你得先搞清楚为什么那些股价大喷发的公司发的殖利率都那么低，就是要赚什么。当然也有些人是考虑到资产配置，可能选择投资债券 ETF， 那这个部分可以参考我做的这2部影片哦，这里我就不特别讲了。但我清楚，对于习惯领股息的台湾人来说，一下子要接受股息很低，专注在价差这件事，短时间内很难接受。毕竟每个月或者每3个月就可以领到一次钱，实在是很爽。现在领的钱变少，小确幸没了，要适应真的得花时间。所以你可以来个一次大调整，甚至更好的是慢慢调整，用你觉得最舒服的方式改变。我个人是推荐一次大调整，把你手上的高股息 ETF 或者领息专用的持股全部卖掉，全部转进美股 ETF， 尤其是指数型的，因为这样你的获利速度从现在开始就会像加了加速器一样不断往上飙，让你看出超出预期的成果。
当然啦，这必须得花很大的决心，而且就算一次改，很有可能还是会怀疑一段时间，甚至有后悔的感觉。所以对多数人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慢慢调整，而这也有2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对现有持股的部分慢慢的卖掉，然后转进到美股 ETF 里，比如每个月卖个几百股高股息 ETF， 然后换到 VOO、QQQ 或 BT 等等，让自己适应一下美股的节奏。这样一来，你也不需要因为不适应就开始想东想西，觉得自己是不是做错了。第二种是保留现有的持股，但后续的资金，不管是用你每个月剩下来的钱，或是固定领到的股息，就全部投入到新的美股 ETF 上，等于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再扩大你的资产范围。而如果你是有固定现金需求的话，那我想这个方法会比较好。以上这2种方法不一定只能选一种执行，也可以两者混搭使用。比如你想要慢慢适应股息变少的感觉，但又想要加快资产的累积，那你可以像前面讲的，每个月先卖掉几百股，剩下留着的股份还是可以继续领股息，但领到的股息包括每个月的剩余，就会全部拿来投资新的 ETF， 等到适应的差不多了，最后再一次出清原有的持股，全部投入到美股 ETF 上。或许这些方法不是最好，但至少可以让你舒舒服服无痛转换到更高成长、效率也最高的美股 ETF 上。毕竟投资美股 ETF 就是要赚更多的价差回去，而不是稳定的领配息。大家好，我是 AL。那我们不啰嗦，直接来看我到9月底的绩效是如何吧。这里所有的数据我都以美国时间9月26日收盘为止为基准，也就是台湾9月27号的早上。还有一件事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之前分享的都是我定期定额的记录，但实际上我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在美股券商那边，所以这次的统计我会把那边加进来。首先来分享我的总体绩效。美股券商的部分，我是使用嘉信证券，这个部分大概在2年多前将当时持股全部换成 VOO 后就没有再动过了，所以也可以把它当成一次投入这2年多来的绩效。目前的余额已经来到91678美金，里面的组成几乎全部都是 VOO 还有一咪咪的惠达股票。VOO 的话，持有到现在报酬率已经有 40.96% 了。惠达的部分虽然才107元而已，不过投资到现在也赚了将近 43%， 所以整体来看，整个投资组合的绩效就 40.97%。 台湾这边的美股副委托定期定额总体余额也来到51883美元，总报酬率为 26.91%。这当中 VOO 的市值有 39,146 美元，而 QQQ 的话则是来到了9050块美元。光这2个 ETF 加起来就差不多接近5万美元了。这2档 ETF 的报酬率也比美股券商还要再逊色一点，但至少都有在 25% 以上的报酬率。其中 VOO 的报酬率为 24.68%， QQQ 则是 27.69%。整体来说，我觉得算是还不错的。个股的部分也主要还是以惠达为主。我觉得很幸运能够买在它还没喷涨之前，因此那时候买进的股数就贡献了整体报酬超过一半。因为定期定额是后面才开始，所以报酬跟之前的相比就没那么好看。但就整体来说，还是有 55% 的报酬率。就我个人而言，算是非常出色了。其他一些零星的股票，像是苹果跟特斯拉，虽然报酬也都还 OK， 但因为只有买一点点，对整体的投资绩效来说，影响就没那么大。这里我就不特别讲了。所以这样加起来，美股投资的部分，总体资产已经来到143570美元。如果换成台币的话，以9月26日收盘的汇率 30.545 来算，差不多是 438.5 万台币，整体的报酬为 37,644 美金，换算台币差不多115万左右。以实际投资成本 105,916 美元下计算，实际投资报酬率为 35.54%。 台股部分虽然琢磨不深，不过还是稍微讲一下好了。
目前手上有的台股就只有0050跟台积电而已，两档股票的市值比例差不多是一半一半。0050的部分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定期定额了，但其实放到现在，总体的报酬已经有超过 50%， 而台积电部分其实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定期定额了，所以股数才35股而已。但就算这样，累积的报酬也有 38%， 所以整体的报酬已经来到 44.5% 左右，总体持股市值也已经有快96000元了。因此这样美股跟台股加起来，手上已经有448万的股票了，总报酬也有 122.4万，这样的成绩我自己是还蛮满意的。手上累积了这么多钱，当然会觉得开心。不过有几件事情是我今年有在持续调整的。第一个就是持续拉高美股定期定额的金额。我现在都用700美元下去扣，然后一个月扣3次，所以一个月的话就会扣2100美金，差不多是台币63000元左右。而在之前的话，每次差不多用600、650美金下去扣，算下来一个月差不多扣了55000到58000台币左右。当然这个数字还是会有些变化，甚至可能会调低一点，因为有时候会不小心花太多钱，能够扣款的钱也就变少一点。像最近这一个月，很常跟朋友聚餐，还有请家人吃饭，买自己想要的东西，不小心钱花太多，所以最近2次的扣款只能调成250元，这样至少还可以让系统继续跑，不会说一下子中断。我目前是计划第4季还是可以持续用700美金下去扣款，所以大概到年底左右可以再投入6300美金，大约是台币20万元。第二个就是持续定期定额汇达50美元，这个就比较属于我个人的偏好了，因为我相信汇达在未来 AI 持续的推动下，仍然属于造浪者的角色，而且它所创造的优势，未来很难有被打破的机会。虽然现在市场对于 AI 的成长还是有很多杂音，疑虑也不少，但辉达每次的财报出来，都会狠狠打脸那些怀疑者的脸。而且从他8月发布的财报来看，市场对于 AI 的需求仍然有很大的成长，而且成长的速度也变得越来越快。虽然这个月市场因为过度期待辉达的成长，让股价有所波动，但我相信这个成长的趋势仍然会持续下去。而且辉达现在也不是只有停留在 AI 的运算上面，最近他们还进军机器人的领域，要打造一个全 AI 化的机器人生态。这也就是说，就算市场认为辉达已经成长得够快了，但他们从来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往未知的领域开拓。而且最近他们又投资 OpenAI 1000亿美金，而这1000亿美金又会拿来采购甲骨文的商品，形成一个超级永动机。如果连地表上最强的公司都能再继续寻找机会的话，持续定期定额辉达，我想也就符合我对未来趋势最好的判断。当然啦，这金额对整体的投资表现来说并没有太大比重，整体来看辉达也才占我投资的组合不到 3% 的占比而已。用50美元定期定额下去，既可以符合我个人的偏好跟判断，同时又能让其他的部位，也就是 VOO 跟 QQQ 可以更稳定的成长，不会因为辉达的一时暴跌，让整体投资组合受伤惨重。那最后一个就是持续的等待，因为我已经深刻学到，投资这条路上持续等待才有办法累积到更多的财富。这一点我其实也在之前的影片分享过很多次了，而这一点在今年更让我印象深刻，这个我下一段就会讲。虽然这总体30几%的报酬率看起来不多，但其实只是等而已，就可以累积到这么多的报酬，而且其他什么都不用做，对我来说已经是很棒的收获了。今年虽然做的事不少，但有一件事我想要特别讲，也就是延续到上一段讲的等待这件事。今年4月，川普造成的全球股市大震荡，我相信你应该还记忆犹新，除非你已经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那个时候，美股才短短几天而已，就一下子跌掉超过 20%，
我那时手上美股的报酬也就在那几天内，从原本的正十几%，一下子变成负的个位数。你说很惨吗？好像也还好，可是就会有一种又要重来了的感觉。老实说，那段时间我确实是有点恐慌，甚至有想过要不要干脆把持股全部卖掉算了。不过这其实没持续太久，因为我让自己冷静过后，其实什么都不要做最好。我那时候发现，那段时间的跌法跟市场气氛都跟2020年新冠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一样，而之后就是一个超长期间的大多头开始，甚至每天都在创新高。另外一个是我当时有想到，像这样子连续杀了好几天，股市崩跌超过20%的次数其实不多，甚至像这样的大崩盘，后面就一定会有再创新高的机会。简单说，就是未来会赚大钱的保证信号。我那时候告诉自己，研究了这么多 K 线图，心里其实清楚，这样的跌法其实不会太久。如果保持耐心，继续投资下去的话，30年翻个几倍是很容易达成的事，干嘛要为了这一时的恐慌，浪费了这好不容易累积的成果？所以继续等就对了，不要想太多。这样的想法很幸运的又再一次得到了证实，只要撑过那段恐慌，超过40%的报酬率就是我现在手上拥有的。如果那时候卖掉的话，可能就是真的赔钱，而不会拥有这么亮眼的成绩了。我后来看了一下，在那段时间买进的持股报酬 VOO 跟 QQQ 涨了超过40%，而辉达更是翻了将近1倍。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会觉得还好那时候有持续等下去了，也是我认为今年投资做得最好的部分。不过这边还是有2点我觉得需要改进的地方。第一个，也是我现在持续改进的，就是少花一点钱，有更多的钱投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每个月可以拿超过6万元来投资已经很多了，不过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毕竟这6万元是包含了每季发的奖金，而不是靠每个月省下来的钱。我现在可以每个月留下超过一半的钱，但我想再把这比例拉高，变成60%，甚至到70%。这也代表着我得要控制一下我的开销。我看了一下我过去的消费习惯，发现我过去吃的其实很没节制，光是餐费就占了我1个月的生活费超过80%，甚至还有越吃越贵的趋势。比如说，可能中午吃个200多块的便当，然后还会去饮料店点一杯70-80块的珍珠红茶拿铁，然后早餐为了要吃得更饱一点，就会点快150块，然后下班回家运动完后又会花超过100块钱买晚餐，毕竟运动完后肚子很饿很正常。这样平日加一加，一天光是吃的就花超过500-600块。甚至有时候因为工作压力大，心情不好，就会想找间吃到饱餐厅大吃一顿。而且餐厅的类型也不是像我家牛排那种平价的，而是像想想金华饭店的伯利厅、兴业旗下的Nagomi等比较高端的品牌，每次一吃就得花快将近2000元，甚至连全台湾最贵的享 Enjoy 也造访了不下10次。以前可能2-3个月才吃一次，但今年我发现几乎每个月都去吃一次，而且是我在做这部影片的时候才意识到的。既然大部分的花费都花在吃的上面的话，如果要提高投资的金额，那么势必得从餐费开始下手。所以我现在开始把餐费压低在每天400元以内，可以自己煮的话就自己煮。因为我发现同样200块的金额，如果自己煮的话，其实可以吃得非常饱，甚至连下一餐都可以省略掉的。当然啦，这是我目前的策略，能不能持续下去还有待观察。吃到饱的部分，现在尽量控制在每2-3个月才吃一次，不然每个月都要像之前那样喷，荷包其实蛮吃紧的。执行结果会如何呢？就请待我下一季的分享。那第二个其实也不算是改进的地方，就是考虑要再重新定期定额0050跟台积电。之前会定期定额这2档，就是看好台湾在未来 AI 的驱动之下，
不管是指数还是台积电本身，都会在持续的创新高，甚至可能未来20年都还能持续成长。虽然成长幅度没有像美股那么快，但至少未来的发展，我认为还是可以期待的。只是后来因为资金分配的原因，就停掉定期定额了，然后全力在美股上。那现在我有考虑要不要再重新启动这个计划，不过我会想，这个可能要等我收入变得更高一点，才有办法继续做下去。或者如果前面省得够多的话，说不定也可以继续执行了。这只是暂定计划啦，实际会怎样，也还是请待我下一季再来分享。那最后来快速做个总结一下，如果以整体报酬来看的话，累计到现在已经有超过 35% 的报酬率了，可能不算高，但如果以我这种懒人个性来说，投资能有这样的表现，其实算很不错了。那现在虽然已经累积到448万了，假设第四季有再涨一点，再继续投入资金的话，那么年底累积到460、470万，我想应该不会是太难的事情。今年的话，我有把每个月投入的金额再往上提，从每个月1800、1900美金提升到每个月2100美金，相当于每个月投入63000元台币。当然中间会随着花费调整，但比起去年来说，总体投资金额是有增加的。那同时我也持续保持着等待，因为我相信持续投资30年，未来的财富会是以倍数成长。所以像今年4月份的股灾，就算是杀得很凶，四周一片哀嚎声，我还是把理性拉回来，继续等待。这个结果也非常值得，不仅让我的持股持续创新高，也可以让我相信，未来就算遇到再大的股灾，也还是能靠着理性等待，度过难关，让自己的资产数字再变得更大。要改进的话，接下来要在吃的上面做改善，因为吃这件事情真的花掉我太多钱了，再继续吃下去的话，很怕自己就没钱继续投资了。因此需要学会克制自己，不要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除了省钱，也顺便瘦身，让自己更健康一点。你觉得很有用的话，就请你简单帮我留言有用，这样我就知道真的有帮到你哦。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最后还是要麻烦你帮我按个赞，让这部影片可以被更多人看到，让更多人一起赚钱。如果你对美股定期定额有兴趣，也请务必订阅我的频道。我每个星期都会分享投资美股还有 ETF 的心得，有兴趣的你千万不要错过。我是 Al，那我们下期见。